大家好，这次呢，我讲一下熊猫数汇的一些基本常识，因为有很多朋友呢有些疑惑啊。如果说你有更多的疑惑，在我视频当中没有做你解答的话，你可以在视频的最后方可以找到答疑群的二维码，里面呢是有熊猫数汇的专业人士啊，可以为你解答。这个的话想说一个，就很多朋友呢，这个熊猫数汇跟他平常用的国际电汇是不一样的啊，没有需要用到 SWIFT 的账号啊。确确实实啊，熊猫数汇它不是国际电汇啊，或在官网上也没有出现电汇两个字啊，它跟平常的不一样啊。那电汇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呢还说什么电报费啊，传统转账的话，其实呢是比较古老了啊。熊猫数汇的话，它是一种互联网汇款啊，它这边的话是跟各个地方的银行合作，提供完成这个跨境转账的需求。那所以说它在国内的话是跟一个 KCB 啊，天津的金城银行提供人民币汇款服务啊，所以说呢，到账更多啊，速度更快，所以说呢，它是一种改良吧。好，这边的话也是官网上的优势啊，就它直接列明了啊，就无需 SWIFT 的账号啊，手续费80块啊，没有中间行费用啊。那传统汇款的话，基本上要在30到50美元之间啊，且存在中间行费用，速度比较慢啊 ，T+2 到5天到账啊 ，T+2 的算比较快了啊。我曾经也经常用过这 SWIFT 的付款。要求填写这个分行啊、SWIFT 账号啊，确确实实很麻烦，而且还很难找啊。那熊猫数汇的话，就在这方面的话，解决了用户的痛点啊。那汇款金额全额到账啊 ，T+1天快速到账啊。唯一一个熊猫数汇经常在网上我被看到的就是诟病的啊，就是客服客服的响应速度啊，或者说客服的这个完成问题的解决率啊不太高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熊猫数汇应该会后期再改进。它支持的这个国家地区吧，其实越来越多了啊，基本上的话啊，30多个国家地区了，基本上涵盖了 G20啊 G20的这个峰会那些国家啊，基本上都包含了啊。那日本的话是在2020年的时候啊，它是在日本拓展业务的啊，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日本啊，所以说呢，我知道他当时在日本啊铺天盖地的宣传。还有关于人民币汇出的一些常见问题嘛，比如说关于合规性啊，人家都把这个网页啊都在放在这里了啊，其实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而且说一下天津金城银行啊，这个是全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之一啊，比阿里、比腾讯可能还要早啊，拿到牌照啊。它的股东吧啊是有一家民营企业，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股东就是360公司啊。还有就是人民币汇出有哪些安全合规保障啊？这个我觉得能在中国做生意的这种银监会啊，包括这种外汇汇款的啊，尤其敏感啊。所以说它如果不合规的话，完全做不下去了啊。早就被取缔自治了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合规性你是不用太担心的。那关于汇出多少人民币的这边单笔是49000元啊，根据熊猫数汇合作银行规定与授权啊，给予每人每年最高30万人民币汇款额度啊。注意啊，是合作银行规定啊，其实不是熊猫数汇规定的。那所以说呢，最后操作还是在银行的规定范围之下啊。所以说，熊猫数汇啊，有点类似于像万豪这样的公司啊，其实很多时候，万豪酒店我们都知道啊，但是万豪事实上是酒店管理公司，很多万豪酒店业主方是当地的大企业啊，比如说某某地方的万豪啊，那业主是当地的企业，万豪是作为酒店管理方入驻的啊。那汇款前需要什么材料呢？等一下我再讲啊。人民币汇到海外需要多长时间啊？这个的他说了 T+1 嘛 ，T+1 啊，基本上他说最快的话可能在数分钟之内收到汇款啊，这个速度我觉得真的是由互联网的汇款啊进行解决用户痛点之后才做到。收款人如何收款的话，这个就是提供银行账号啊就可以了啊。好，熊猫数汇官网上还有一个网页啊，讲这个比传统汇款方式啊我们更安全啊。那首先的话，这边的话他说自己的一些汇款模式啊。手续费比较低，7乘24提供服务啊，全部流程在线上完成。通常银行是50美元，他没说错啊，是国际电汇啊，比较麻烦一些啊。线下门店啊，这个的话我不建议各位去线下换汇啊。你即使要线下换汇啊，去门店啊，比如香港啊这些门店啊，你最好用现金换现金啊，因为很容易收到黑钱。那个人换汇的话，那就更加说不清楚了啊。个人换汇很容易存在这个第三方诈骗啊，而且个人换汇是完全不合法的啊，哪怕在美国也不合法啊，在日本也不合法啊，这个非常容易触犯法律啊。好，说一下这个汇款流程嘛，我今天只讲汇出去的流程啊，其实很简单啊，先注册啊，注册的手机号码呢，你要跟你中国的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最好一样啊，这个要注意啊，千万不要不一样啊。
汇款地区这个很简单啊，这边选输入人民币汇款地区啊，币种啊，这边要注意的是啊，一般来说啊，比如说你汇款到香港啊，你想汇美金到香港啊，其实不可以的啊，汇款到新加坡汇美金啊也是不可以的啊，只能汇款啊当地的币种。因为我说了嘛，熊猫数汇有点类似于万豪这样的公司啊，它其实是在各个地方银行啊进行合作，所以说呢，各个地方银行呢基本上都是以本币为主的啊。实名认证就不用说了啊，这边有个很重要的题目啊，一期不支持更换银行注册手机号啊，所以说呢，银行你这个在注册之前的话要看清楚啊，预留手机号跟你的注册手机号绑定一致。好，这里是一个人脸识别啊，绑定银行卡，设置交易密码啊。这个交易密码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支付宝交易密码。好，完成开户后，添加收款人，选择收款银行地区啊。再次说一下啊，汇款到英国就汇英镑，汇款日本就是日元。收款人信息啊，一般每个当地是不一样的啊。好，创建汇款订单啊，那你就把这个汇款金额支付到熊猫数汇合作银行账户内啊。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它是各个国家地区是有合作银行的，在中国内地的合作银行就是天津的金城银行，你汇款到这里啊就可以了。我再挑一些网友提问啊，比如说有个朋友啊，他是从内地汇款到香港，又被香港那边收了50刀啊，他这个是传统意义上的 SWIFT 的付款啊，电汇。那么如果熊猫数汇去汇款的话，只收80人民币啊，这个就是省钱了啊。第二点啊，就是有朋友问这个能不能直接汇款到香港，汇美金到香港啊？这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一个问他老婆给他香港银行账户打款汇款可以吗？这边说一下啊，香港是只能同名转账啊，其他地方国家地区是允许你向不同名转账啊。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是汇款到日本啊，那你汇款到亲戚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朋友说啊，想汇款美金到新加坡。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只能转换成新币啊。好，大概就这些问题啊。如果说有朋友不懂的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答疑群啊，有朋友有专门的人士可以为你解答。